要自我价值高，你根本无时无刻都在自信，就像我一样。我的人生我只能剩下去算我什么时候不自信了。在我这种自信教主的眼里呢，不要一直去做那种很表面的自信建立，去做一些找出自己真正自我价值的东西，才会是最根本的。你知道复制别人的成功是不可能成功的，但只有复制自己的成功，才能继续去放大自己的成功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成功经历过的，不要把成功想得太巨大。很多时候生活里面的小荣耀、小小的成就，也算是成功的一种，他们都是同一个概念的。爱儿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尔莎。今天这集要跟大家分享如何找到你的天赋，去找到你适合擅长做什么。其实比你去找你喜欢做什么事情，我觉得还重要一点点。因为我觉得多数的现代人啊，在追求各种名利、社会地位、大家的期许和各种反正想要让别人羡慕的那种感觉，买这些名牌啊，做什么事情，反正呢，不管做任何东西呢，最终其实你都是想要拥有自信感觉的。可是呢，自信的来源其实就是自我价值高。只要自我价值高，你根本无时无刻都在自信，就像我一样。我的人生我只能剩下去算我什么时候不自信了，不然我算不出数字。你知道无限大的这个数字呢，就摆在艾尔莎的自信程度。所以呢，我是真的觉得啦，在我这种自信教主的眼里呢，大家不要一直去做那种很表面的自信建立，去做一些找出自己真正自我价值的东西，才会是最根本的。那找自我价值呢，就从你过去里面最厉害的几个事项去找，就解决了啊！你知道复制别人的成功是不可能成功的，但只有复制自己的成功，才能继续去放大自己的成功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成功经历过的。举例来讲，小时候大胃王比赛过，我就成功过啊。小时候其实以前你知道曼文以前有参加过一个睡觉比赛吗？你知道台湾有一个睡觉比赛，好像办了2届，然后曼文就去比过啊，就是。不要把成功想得太巨大，很多时候生活里面的小荣耀、小小的成就，也算是成功的一种，他们都是同一个概念的。所以今天我想要带大家去拆解一下，过去的你有哪些很不错的成就体验，从这些体验里面呢，去一一去划分出来，你到底在里面有哪一些小小的天赋和优势感。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微型优势的感觉，找到了再去把它蓄意养成和培养，甚至放大。那别人看到你可以从这个切点去认识你，他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。所以总结来讲，你如果 generally 就是大方向上没有什么才华，没有什么特别耀眼的成就的话，但是你是一个很懂美食的人，你是一个很懂精打细算的会计的人，就是你不是会计师，没有这个相关背景，可你就是一个很爱掌管财务、很爱去精算钱的人，这也是一个你的特质之一。然后这个特质如果放在一些事情上面，它可能就会彰显得非常非常好。所以你就从这里面去猜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一步骤来，大家回头去想看看。花3秒钟思考一下你的人生过去有哪一个你真的做过很好的事，赶快想一下。作文比赛就是前3名，画画比赛嘉奖，或是帮朋友照顾几只猫以后，朋友真的惊艳，你很细心，很会照顾猫或宠物，甚至你在做哪些事情就常常被老板赞赏。你在做哪些规划的时候，你的另外一半会觉得哇，你做得很棒。只要对方有一些经验或是赞赏，这都是你的人生里面小小的成就和成功。好，把这件事想到了以后，把它放在你的眼前，然后去想这个情景，想当时的你去做这件事情，你觉得为什么他可以取得成功，或者取得别人的赞赏，或取得还不错的成绩，你就开始去想嘛，原因可能是什么？因为你讲话比较大声，或是丹田比较用力，所以你演讲比赛比较容易得名，或是你在写作文的时候很常文思泉涌，你是一个比较有情绪或高明的人，甚至呢，你在品尝美食的时候，朋友们都说你的味蕾很敏感。那或者是呢，你在跑步的时候，你虽然不是那种天生就是跑步的常才，可是你总是能为了得到这个比赛的第1名而真的是一整个月，每天晚上去河滨公园练习，那你就是可以从这中间拆解出，哦，原来是你对一个目标的设定很强，然后为了这个目标，你可以自律到每天去练习，
亲朋好友们都做不到，但你却做到了。所以这一个事情的解构出来，就可以发现好几个你的自律能力、你对目标实践的能力、你规划练习的这个能力，那不就是你的时间管理可能很强？这样子一个一个去细细的列出来，你就发现你有这些优势了。好，第2步骤解构完了以后，就到第3步骤。你去找到你的时间管理能力很强，或是自律能力很强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开始去想你要怎么去蓄意再练习。那去蓄意练习这个内容的话，你就用这个关键字再去看，例如说有哪些网红就是运用这个主题去讲自己的内容，甚至去卖课程。那这也是你可以把它发展成你可能写一些网志、部落格，或者是你也可以学他一样去当 YouTube， 或是呢你就出书或者去卖课都可以。你可以从这个主轴去切，或甚至呢你的时间管理能力很强，好，那你不一定要用这些东西去变现，你去市面上找所有时间管理的优化的书，然后去看这个时间管理能力强的人通常在做哪些事情，或是时间管理能力强用在工作上你怎么可以优化。举例来讲，你搞不好可以转职变成专案管理大师了，因为专案管理就是要抓时程抓很紧，还有他的统整能力很强嘛，这都跟时间管理能力的那个管理有很大的相关联，所以搞不好他就完成了你的这个职涯道路或是转职的这个路程，它是一个最后一个推手，或甚至时间管理能力，它可以怎么样去优化到你的生活生命？例如说，你之前都不知道你要怎么去追求你的目标，那你再去蓄意的学这个时间管理以后，甚至学人家的时间管理怎么运用到生活或下班时间，去找这一类的书，找这一类的知识，然后把它回来套用在自己生活上，你又为自己的人生和生活解决了其他难题，是运用自己的这个优势。所以不要再跟我讲说，我不知道我自己的优点是什么，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，因为我看起来就是很平庸，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，然后领着2万3万块的薪水，然后看起来没什么希望，所以你找不到优势。No， 你是因为不知道这样子的步骤结构。所以刚刚的步骤1、2、3，我已经从带着你去找出过去你自己的荣耀和成功，再来从成功里面去好好拆解解构出来，然后最后去蓄意养成，在最后呢，再把这个养成的内容套用实践在你的生活里面，各个面向感情、生活、家庭、沟通，或是职场、创业、商业都可以运用到，你的人生就能靠着自己而有所成。你根本不用去外面拜什么大师或干嘛。但是当然最后真正的大师是谁？Yes， 最后你还差一个临门一脚，就是继续的订阅艾尔莎，才能得到最大的大师肯定，还有所有的丰富头脑滋养的来源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继续订阅艾尔莎，然后呢，继续持续的创造你的天赋，还有寻找你的天赋，再创造你的人生高峰。记得订阅艾尔莎，啾啾。